蓝忘机还没问。魏无羡，问问呗，我还没见过你哥呢，跟你长得像不像？蓝忘机瞥他一眼，道：大哥他。魏无羡双眼闪亮，一脸期待，蓝忘机也是你哥？魏无羡，不是你哥吗？蓝忘机一点手机屏，屏保是一张水果蛋糕，正中央巧克力酱写着几个字：二哥哥是我亲哥。魏无羡一个机灵，呼吸漏了好几拍，怎么还拍了照片？怎么还设定成屏保？不，不是，这简直是黑历史！我一定是脑子进水才改了这个句子。他为了掩盖心虚，夸张地笑起来，扶着蓝忘机的肩前仰后合，道：噗，哈哈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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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妈！蓝忘机你还会说冷笑话？哎呀哈哈哈哈！天呐，笑死我了！看不出来你这么记仇的吗？我不就是在蛋糕上写了几个字，你至于记2个月还要拿出来取笑吗？蓝忘机淡淡道：1个半月。魏无羡：好，1个半月，关灯啦，睡觉，哈哈哈哈哈！万一我笑失眠，都是你的锅。然而蛋糕这个梗还没完。隔天，魏无羡拎着超市买的新鲜牛五花回来，前脚进门，后脚门铃响了。博士楼清静人少，结了婚的博士们校外租房住，他又在蓝忘机寝室赖住的久了，越发习惯成自然，备用钥匙比自个儿寝室钥匙用的还利索，可住这么久从来没见过第3个人来，于是门铃一响，便吓了一跳。蓝忘机没带钥匙，可这会他不是在上课吗？忘带东西了。魏无羡潜意识还以为是蓝忘机，打开门也没看是谁，道：发个微信不就行了，忘带啥我给你带呀，今晚上说好了的。一个温润而陌生的声音问：同学，这是蓝忘机的寝室吗？啊！魏无羡一抬头愣了，来人和蓝忘机差不多高，眉眼也有8、9分相似，如果和蓝忘机站在一起，必定会被误以为是孪生兄弟。但这位眸色很深，脸上又带着和煦的微笑，又绝不可能把2个人错认。魏无羡心里咯噔一下，想：糟糕，这是亲大哥。于是他赶紧把人往屋里让，道：是这里，您是蓝忘机的大哥吧？快请进，我是蓝忘机的学弟，我叫魏无羡。谢谢，我还以为走错门了。蓝曦臣走进客厅，目光在大黑兔子沙发上一顿，很快移开了。魏无羡顿时心虚了，要命！蓝忘机跟他大哥提过我吗？看态度不像是知道我呀。但一个大男人有宿舍不回，天天赖住在另个一男人的寝室，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。能把蓝忘机教得这么古板，恐怕家里人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万一大哥来一句不要让莫名其妙的人留宿可怎么办？我的福利呢？我还指望近水楼台抱着美人睡呢，我还没把人追到手呢。不行，我得瞒好了，不能让蓝大哥发现我住在这儿。魏无羡连忙端茶倒水，一边拼命用微信戳蓝忘机，又找话题跟蓝曦臣聊天，试图把蓝家大哥的注意力从屋子的陈设转移到其他地方去。谁知蓝曦臣先道：魏同学和忘机相处的如何？魏无羡差点被水呛着，连忙答道：挺好的呀。蓝曦臣笑道：太好了，忘机从小就格外独立，很少有人能接近他的私有空间。魏无羡：可不，大哥，亲大哥，不要这样。就算你什么都没发现，什么都没看见，也不能对弟弟寝室里出现的不认识的人这么没戒心吧？求您有点戒心好吗？魏无羡心里呐喊，又是替蓝曦臣着急，又是替自己操心，急出了一身汗。显然蓝曦臣完全没 get 到魏无羡的内心纠结，又道：我们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吧，等你们放假可以来云深，让忘机带你玩。魏无羡：好的。哎，简直心累。趁蓝曦臣借用洗手间的功夫，魏无羡立刻施展绝技，夺命连环 call， 电话还没通，一抬头，先看见占了小半琴桌的笛子和笛谱，又一转头，书桌上并排放着的是2台笔电加一对杯子。他连忙一股脑都塞进抽屉，再一想，不成，课不能上了，万一他上课走了，蓝大哥要休息，一进卧室，看到床上叠放着2套一模一样的睡衣怎么办？不行，要命，到处都是破绽，一秒也不能多待。于是他光速订了学校附近望月楼的包间，
发短信让蓝忘机一下课就去会合，又连哄带劝把蓝曦臣带了过去。好容易挨到3人落座，谁知蓝忘机上来一句：“过来，叫大哥。”魏无羡陪笑陪聊，在蓝曦臣长辈式的温柔注目下一脑门官司，精神已经有点恍惚了，下意识道：“叫过了。”蓝忘机叫亲大哥。魏无羡，这梗是过不去了吗？等等。蓝曦臣笑了，道：“是蛋糕吗？那位同学的确应该叫我一声亲哥。”魏无羡根本没想到，蓝忘机不止拍了蛋糕的照片，设成屏保，还把照片给别人看了。他顿时悔得肠子都青了，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硬着头皮直接写原来那句呢。无奈，他只好搬出基友的一个万用金句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”蓝曦臣笑而不语，而蓝忘机默然不语。魏无羡被两人的目光看得直发毛，只好投降，叫了声亲大哥。蓝曦臣是来拿演出票的，送走了人，魏无羡简直负能量爆棚，身心俱疲。但事情还没结束，临睡前，魏无羡刷牙，盯着盥洗台上成堆的毛巾漱口，悲出了一回神，发出了绝望的哀嚎。他带着一嘴牙膏沫冲进卧室，大叫：“蓝忘机，不好了！你哥肯定发现我住在你这儿了，怎么办？”蓝忘机淡定道：“没关系。”魏无羡：“怎么会没关系？”蓝忘机：“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了。”魏无羡：“关系到你的，不对，他就不会觉得奇怪吗？你家里人也不介意我跟你一起住吗？”蓝忘机：“不会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：“你搬来第1天，大哥就知道了，天塌地陷，地裂天翻。”魏无羡蓦然转身回去，机械地继续刷牙。好半晌，他才意识到，既然蓝曦臣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刚来的时候装不认识他？这是几个意思啊？蓝曦臣临走前还特地把他拉到一边，道：“难得忘机如此高兴，魏同学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我们家忘机。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12月7日星期五，一下课，魏无羡就被一起上课的聂怀桑拉冲撞钉。他把下午的实验统统丢给拿了免费票的同学，跟着聂怀桑一头扎进大礼堂，忙得脚不点地。开一场晚会说着简单，实际上提前需要布置的事情又多又庞杂。校礼堂没有常驻的后场，只有一位库管加看门的老爷爷，场务、布景、后台、调音全得靠民乐社自力更生，人手远远不够，社长忙得一头汗，顾头不顾尾。幸好弹古筝的妹子及时召唤了男友，拉来大3机械班整个班的人来帮忙，不知不觉折腾到下午4点多，总算布置的差不多，能开始彩排了。